我叫王熙元，25岁，宅男一枚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是没想到体温正常，生命体征稳定，穿越完成率100%。谁在说话？我是你的系统伙伴，你可以叫我太太。熊猫会说话？是系统载体选择了这个形态。这是哪里？什么时候？地球公元5025年，全球平均气温下降至-40度，现有人类文明据点共计4座大型基地，另有大小不一的散据点300余处。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还有这辆车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被选中的种子，10年后，地球将迎来新一轮全球性灾难，这辆房车是唯一拯救人类的办法。要我拯救世界？准确说是拯救一部分人类。这辆车由特殊材料制成，外部可抵御极端气候和常规武器攻击，但它现在还不完整，需要升级。怎么升级？完成拯救任务，系统会标记出特定个体。行吧，那么我现在应该干啥？当前位置，原帝都市区边缘，距离东部帝都基地约15公里。第一个任务目标：林雨晴，24岁，帝都基地终极工程师，将于2小时后在废墟中遇险。拯救他将解锁房车基础能源系统升级。车辆启动，导航系统已激活，建议先熟悉车辆基本功能。这个就是晶核，末世最珍贵的资源之一。我操，这冰箱比我脑袋都空。物资需要你自己收集。末世中食物和干净的水源比黄金更珍贵。不过每次任务完成后，系统会根据表现奖励基础物资，包括食物、水、医疗用品等。如果非要在这个鬼地方活下去，至少要有好吃的吧？这是什么？扫描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可用资源和威胁，每次使用消耗0.1%晶核能源，建议谨慎使用。东北方向300米，原超市废墟地下层，发现密封包装食品若干，辐射指数在可接受范围之内。这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吗？都过期3000多年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吃。密封完好，可食用，建议全部带走。中药材可做调味或药用，在末世很珍贵的。还是车里舒服啊，今天的收获还不赖。接下来得考虑怎么救人了。前方就是东部帝都基地，终于看见灯光了。明白，马上抵达。这里的情况比地图上糟得多，得找到一条安全的路出去。还不知道，2小时后他的命运将彻底改变。雪越来越大，得加快速度。探测到房车接近，准备开启外门。他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废墟结构坍塌，随后遭遇冰鼠群袭击。完了，我最讨厌老鼠了。冰鼠是核辐射变异生物，牙齿可咬穿普通防护服，群居畏火。房车配备有火焰喷射器升级选项，但需要完成拯救任务后才能解锁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只能用这个。以及你的智慧，建议提前布置陷阱。废墟东侧有大量废弃金属管，可制作简易火焰装置。冰鼠的巢穴在废墟基侧地下，将金属管插入地面，倒上燃料，用这个做引线。结构扫描显示内部支撑严重老化，它触发陷阱的可能性87%。别过来！你是什么人？别紧张，我是来救你的。
用这个。谢谢。你的车很特别，我从未见过这种型号，不是内燃机，因为声音不对。难道是晶核驱动？但是也不对，效率太高了。你好，林雨晴工程师，我是车载 AI 助手太太，检测到你左腿胫骨骨裂，建议使用医疗舱。高级 AI 还有医疗舱？这不可能！高级 AI 还有医疗舱？这不可能！基地最先进的房车也只有基础医疗包。治疗需要30分钟，拯救任务完成度70%，需要他自愿留下才算完全成功。怎么让他自愿留下？展示房车的价值以及你的厨艺。根据数据分析，林雨晴在基地经常用旧时代食谱换取机械零件，他对古法烹饪有浓厚兴趣。骨裂修复完成度95%，剩余部分需要48小时自然恢复，建议避免剧烈运动。这技术至少领先基地20年。你们是从哪个大基地来的？我只是个旅行者。旅行者，在这种环境独自旅行，还开着这种车，这是什么？当归黄芪鸡汤，一种古法药膳，补气血用的。你为什么救我？我的车需要一些升级，太太说你能帮上忙。你想让我留在车上工作？你想让我留在车上工作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懂旧时代机械，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眼神，在人群中不适应的眼神，我太熟悉了。我可以留下，但有条件。第一，我需要定期联系我父亲，确保他安全。第二，如果基地有重大危机，我必须回去帮忙。第三，我要知道这辆车的真相，全部真相。成交。拯救任务完成，房车升级解锁。所以，现在可以告诉我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？有意思，高级技术，兄弟们，咱们有新的猎物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检查车辆的基础系统。这辆车的能源核心我看不懂，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，至少不是已知的。车是偶然得到的，包括太太。环境扫描显示，西北方向3公里处有异常热源，可能是人类活动，也可能是变异生物，建议保持警惕。我们需要补给，尤其是晶核。虽然太太说反应堆效率很高，但我不确定实际消耗速率。而且，如果要进行维修和升级，需要更多材料。需要前往原西京市区域，寻找失落的前文明数据库。有多远？直线距离约930公里，预计行驶时间5到7天。1周？在荒野中？你疯了吗？所以需要准备。出发前先吃顿好的吧。你会做饭？我是个美食爱好者，所以比较喜欢自己做饭。早餐吃简单点，煎蛋蔬菜汤，再加点面饼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妈妈以前也会做面饼，有家的味道。系统提示：那个热源在移动，速度约每小时15公里，方向正朝我们而来。冰雪强盗，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？看车身上的标志，是独眼杰克的人，基地悬赏榜上排名第7的强盗团伙。我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能帮忙做几个烟雾弹吗？给我10分钟。停下，朋友，我们只是路过，看到有辆车困在这里，想来帮忙。让我看看车里有什么。这些疯子！他们追上来了！启动主动悬挂系统，准备急转弯。启动主动悬挂系统，准备急转弯。
小心钩索。这姐，合同协商。前方30，中央支柱严重误失，结构完整性32%。往那跑！你怎么知道仓库会塌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赌一把。危机应对完成，获得奖励。电磁脉冲装置，材料我们基本都有，今晚就能做出来。我们继续向西，去西境。找到你说的那辆车了。继续跟踪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们需要更多数据。我的人死了8个，你的报酬会相应增加。记住，那辆车和车上的人必须活捉，尤其是那个男的，还有特殊价值。完成度多少了？70%。最难的部分是能量聚焦器，需要一种特殊的晶体材料。太太说下一个奖励可能会包含。环境扫描显示异常，前方5公里地面结构突然中断。是黄河道，3000年了，黄河早就改道无数次，但这条古河道应该还在。现在大概全是冰。能下去吗？冰层厚度超过10米，足以支撑房车，但建议从缓坡处下行，东北方向800米，有旧时代河堤的遗迹，坡度较缓。停下，我想下去看看。是沉船吗？如果运气好，可能会有用的物资。冰层太危险了，有安全绳，遇到危险了可以把我拉上来。太太，分析一下风险系数。风险系数37%，不建议。37%的风险算是低风险了。你看，我找到了什么？还有这些冬灵草，有抗辐射特性。水下还有什么？一艘旧货船的残骸。检测到辐射风暴前兆，预计3小时后抵达本区域，建议立即寻找避难所。西南方向20公里有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服务区建筑。雨晴，坐稳了。这个仓库不简单，这是前文明全球种子库项目的标志。还有电，我好像能接入数据库。检测到外部数据连接请求，来源未知，协议前文明标准，是否允许？允许。只有23%。3000年后还有23%，已经是奇迹了。而且我们可能不需要唤醒整个库房。看这个，秦岭7号。这些如果能在基地培育成功，能养活至少1000人，而且抗辐射品种可以种在防护罩外的土地，这可能会改变一切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我，谢谢你的食物，谢谢你让我看到希望。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凌晨4点，风暴已经过去，外部辐射指数降至安全范围。另外，我检测到异常信号，在风暴期间，有一个加密通讯波段在附近区域活跃了17分钟，更准确说是极端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应该彻底消失，让地球自然恢复。如果他们盯上了我们，会很麻烦。进士会的人都是狂热的殉道者，不怕死，而且掌握着一些旧时代的危险科技。准备出发吧。早点到西京，早点拿到数据库，早点解开这个世界的谜团。目标确认，启动冰封行动第1阶段。记住，要活的。温度零下42度，风速每秒15米，辐射指数正常，
但检测到多处能量波动异常点，可能是仍在运作的旧时代设施，也可能是人为活动。数据库的具体位置在哪里？就西安城区，根据资料，那里曾是西北科技档案馆所在地，地下30米处有加固的数据中心。问题是，竟是会的人，可能性87%。扫描显示目标区域周边有至少5个隐蔽的能量源，排列成防御阵型。天黑强攻是自杀，先找个地方过夜。东北方向2公里有个叫回坊的旧城区遗迹，如果幸运的话，说不定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。回民街，3000年前这里以小吃闻名，人声鼎沸，现在只剩风雪了。扫描显示地下有空间，可能是个地窖。扫描显示地下有空间，可能是个地窖。保存的不错，没有霉变。是盐，纯度很高。这个最大的罐子里是今晚是羊油，回民擅长处理羊肉，羊油能保存很久。可以做个像样的晚餐了。你在做什么？肉夹馍，西京名吃，虽然条件有限，只能用炖羊肉代替腊汁肉，试试看。明天有2种选择，潜入或者引开他们。他们有能量探测设备，房车接近到500米内就会被发现，建议使用调虎离山计。我去激活信号塔，我有电磁脉冲装置，只要激活后撤离，风险还是很低的。好，但如果有任何不对劲，立刻撤回，不要冒险。你在担心什么？都在担心晋士会为什么坚信人类灭绝是正确的。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？他们认为任何干预都是违背自然意志。另外，关于第2个任务目标，苏婉，植物学家，29岁，3年前在西京进行野外考察时遭遇事故，被困在某处地下实验室。他的位置就在数据库附近。保持通讯，3小时后在汇合点见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保持通讯，3小时后在汇合点见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警示会的5个能量源位置已经标记，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入口，但地下管道系统有个漏洞，旧时代的排水管道直径1.2米，可以从东南方向300米处的检修井进入，前方20米生命迹象，建议减速。旧时代生物防御系统，警戒苔藓，受到扰动会释放神经毒素和警报信息素，必须完全避开。真够险的，不可思议，自供能系统竟然运作了3000年，这是深度备份中心。理论上无法破解，但它正在主动扫描你。奇怪，它在识别你的生物特征。种子计划，我是观察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核战只是第1阶段，3000年后启动第2阶段，彻底清除人类，这就是所谓的进化。拿下！林雨晴信号确认，电磁脉冲准备，3、2、1。
开枪，别让他跑了！信号塔引来了别的东西，体型很大，在雪地下移动。坚持住，我马上到。是变异生物冰蚯蚓。电磁脉冲效果有限，冰蚯蚓有抗性。启动火焰喷射器，管能量消耗。抓紧！先追那辆车，让这里面的人自生自灭。这是哪儿？我的实验数据！太太，启动姿态调整系统，最大功率，把所有能量导向左侧。但那会耗尽最后15%的晶核储备。执行。我们活下来了。他们10分钟内就能过来，而我们没能量了。紧急方案：启动备用能源系统，但需要手动激活，位置在车底中部的检修舱。我去修，你盯着他们。如果他们开始过裂缝，用最后的电力启动烟雾弹，拖延时间。小心！这是晶核。微型晶核，旧时代技术，能提供主能源5%的输出。激活后，车辆恢复基本功能，但速度仅为平时的30%。武器和高级防御无法使用。他们开始过桥了，建议寻找可防守的据点，固守待援。我刚才截获到微弱的求救信号，来自档案馆地下植物实验室。一个在地下困了3年的植物学家，能帮我们对抗净世会。无论如何，比在开阔地被追杀强。还活着，抗辐射小麦。必须快点！那是左侧有动静。苏婉博士，能量护盾还能启动吗？备用能源不足以支持全功率护盾，但可以启动局部强化，持续时间3分钟。苏婉博士，抓紧了，等他们再靠近一点，灵工，准备电磁脉冲。就是现在！大雁塔地下有旧时代的防御系统，为了保护文物设置的声波驱散装置能源独立。位置在哪里？卡基正下方，入口在塔身内部的暗门。掩护他。目标设定：所有非授权生命体，启动。
这个我叫它能量苔藓，它能吸收辐射转化为生物电能。如果在车外铺设，理论上可以建立永续辅助能源系统，但这需要启动能量，大约相当于当前晶核储备的5%。我们现在只有0.5%。检测到新型生物能源，兑换奖励晶核能量补充30%，额外奖励生态培养苍蓝图。我们需要你，苏婉博士，我们会保护你，也许能一起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。我加入，但如果有机会要帮我联系自由号母舰，那是我的家。成交。欢迎加入，苏婉博士。下一站川都。他们跑不了多远，启动追踪器，通知所有据点，他们必须被净化。温度零下35度，比平原稍暖。看那些树是秦岭冷杉变异种，叶子呈现蓝灰色，说明它们进化出了抗辐射色素。能量苔藓铺设完毕，当前覆盖率12%，能量输出每小时补充晶核储量的0.03%。太慢了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要10几天才能补满30%的消耗。但这是永续的，而且一旦苔藓群落建立，繁殖速度会指数增长。我计算过，如果车顶覆盖率能达到70%，理论上可以实现能源自给自足，至少是日常消耗部分。距离成都还有多远？直线距离约400公里，但实际路线至少600，需要翻越秦岭主脊，然后沿嘉陵江谷地南下，预计行程8到10天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如果不顺利呢？警示会在这一带有3个已知据点，而且秦岭深处有大量变异生物。至少现在我们有新鲜蔬菜了。好吃，猪肉的油脂香，豆豉的咸鲜，还有这种葱的辛辣，层次很丰富。你在自由号也研究烹饪吗？自由号的食物主要是藻类蛋白和真菌培养物，偶尔有旧时代保存的罐头，但那是指挥官级别的特权。我母亲是四川人，小时候她给我讲过回锅肉的做法，但我从没吃过正宗的。你母亲在自由号分裂冲突中失踪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联系那边，至少要知道她的下落。检测到加密通讯信号，距离3公里，方向东南。是警示会吗？信号特征不同，更接近旧时代军用通讯协议，而且信号内容不是语音，是编码数据流。一个人在这种地方，看他的装备，背包是旧时代军用款，但改装过。探测设备我认得，基地情报部门用的型号，能探测地下结构和金属反应。情报人员哪个基地的？不确定。他需要帮助，可能是陷阱，但他确实受伤了。生命体征扫描显示，他肋骨至少断了2根，内出血可能性很高。准备支援，林工，用电磁脉冲，然后我们下去救人，但要小心。他还活着，但需要医疗。带回车上。身份识别，数据库匹配中，匹配成功。赵明轩，男，31岁，前西部钢铁堡垒情报部少校，3年前在一次任务中失踪，官方记录为阵亡。钢铁堡垒的情报官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岭，而且已经死亡3年？匹配成功。赵明轩，男，31岁，前西部钢铁堡垒情报部少校，3年前在一次任务中失踪，官方记录为阵亡。钢铁堡垒的情报官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岭，而且已经死亡3年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检查他的背包。赵明轩，我听说过这个名字。3年前，自由号和钢铁堡垒有一次联合科考，他是安保负责人。你们是谁？这是哪里？救你的人，你被冰蚯蚓袭击，我们把你带回来治疗。这种技术不是任何已知基地的。你们是净世会？恰恰相反，我们正被净世会追杀，这是从他们手里抢来的技术改装的。你有点面熟。苏婉，3年前西安联合科考队植物学组。苏博士，你还活着？那次事故后，我以为所有人都……我在实验室休眠了3年。赵少校，我母亲苏兰当时也在科考队，你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吗？
你母亲，她活下来了，但没回自由号。她认为事故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破坏。她开始独自调查，然后失踪了。我这些年也在找她。人为破坏什么意思？那次科考的目标，名义上是研究辐射环境下的植物变异，但实际上我们在找一样东西。前文明遗留的生态调节器原型机，根据资料，那东西能局部改变气候，制造适宜生存的环境圈。谁派你来的？钢铁堡垒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3年前我还是钢铁堡垒的情报官，但现在我算是自由职业者。我找生态调节器不是为了任何基地，而是为了证明一件事：那场事故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灾难背后都有同一只黑手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找到苏兰博士，我们需要合作。生理指标显示他在说真话。你可以暂时留下。谢谢你们的信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这里，成都以北的都江堰遗址。都江堰3000年后它还在吗？应该还在，毕竟修建的足够坚固。想母亲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这3年他是怎么过的？如果他不在了，那我们会找到答案的。找到种子了，通知所有人按计划行动。能量剩余41%，不行，必须保留至少30%应对突发状况，关闭非必要系统。旧时代这里被称为天府之国，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。我小时候在钢铁堡垒的档案室看过照片，绿油油的稻田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，还有那些悠闲的熊猫。那是旧时代中国的国旗，怎么可能？3000年了。旗帜材质为合成纤维，抗风化处理，推测悬挂时间10至15年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在最近几十年内挂上去的，而且不止一面。不是警示会，也不是基地正规军，看起来像民兵或者某种自治团体。检测到地下热源和结构信号，鱼嘴分水堤下方有大型人工空间，入口可能在水下，或者隐蔽得很好。第3股势力。我们也得进去。我先探路。我和你一起。别开枪。等等，你是不是姓苏？我是苏婉，你怎么？你见过我母亲？苏兰博士是你母亲，她提过你，说你在自由号研究植物。3个月前，苏兰博士来过都江堰，说是寻找生态调节器的线索。他和我们首领谈了很久，然后去了成都废墟深处之后，再没消息。你们首领是谁？我们是红旗营，旧时代一支工程兵部队的后代。大灾变时，正在都江堰执行加固任务。灾难发生后，我们留在这里维护都江堰，保护这。灾难发生后，我们留在这里维护都江堰，保护这片土地，已经3000年了。生态调节器呢？地下300米，前文明的全球气候调控中心，但入口被警示会控制着，而且里面有东西守着。我可以试试，我是某种种子计划的相关者，也许我的基因能打开门。红旗营愿意帮助你们，但前提是你们要承诺，如果真能找到调节器，要用来恢复这片土地，而不是为某个基地谋私利。我承诺。检测到高能量反应，是钻地炸弹。上车。他们要抢数据。不行，他们的技术比净世会还先进。你在干什么？启动自毁程序，核心数据不能落到他们手里。你疯了？那些数据可能是唯一的线索。我还有备份，在西安时，我就怀疑都江堰的数据库可能被盯上，所以提前做了远程备份，用我在秦岭挖出的那个终端，真正的完整数据在这里。干得好！那些数据本来就不该保存在这么容易被突破的地方，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。你认识我父亲？赵建国，红旗营第3任指挥官，20年前在成都废墟失踪。你是他儿子，我看得出来。
植物在自卫。必须探索，这里的生态系统是奇迹。检测到规律的能量波动来自溪流上游方向。这些植物在互相供养，看，这种的根系和那种的缠绕在一起，形成共生网络。来了啊，比预计的晚了些。您在等我们？我是这里的守护者，你们可以叫我孟婆婆。来吧，进屋说话。来吧，进屋说话。这里是庇护所1号。所以，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不完全是。种子计划有2个分支，生态种子和人文种子。这是我的前任守护者留下的记录。70年前，庇护所曾与外界有过一次接触。你母亲也在那里。我母亲，她还活着。至少3年前还活着。我给了她进入核心的钥匙和地图。所以您一直在等。现在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很多，低声说，想如果种子计划真的成功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想苏兰博士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想我们这些被选中的人到底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？我的数据库中有一份加密文件，要现在看吗？打开。要现在看吗？打开。如果你看到这段记录，说明种子计划已经进入最终阶段。我是计划的总设计师李文轩博士，录制时间是灾变前3个月。请记住，希望不是等待被发现的宝藏，而是你们在黑暗中依然选择前行的每一步。文明不是宏伟的建筑和先进的技术，而是寒冬中依然愿意分享一碗热汤的心。祝你好运，后来者。通道里相对安全，但你们要小心守门人。通讯正常吗？正常，但信号有延迟。太太，扫描一下这个空间。检测到高维能量场正在影响空间结构，这个通道是活的，它在变化，在观察我们。它在引导我们。这个符号是稻穗，代表食物；那个是水滴，代表水。它在问我们需要什么。测试开始了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们需要食物和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星光草。我在母亲的笔记里见过，传说它的花朵只在完全黑暗的环境开放，能吸收的热和微弱辐射生长，但这里明明有光照。也许它在测试我们是否懂得珍惜。我们可以带上它吗？我会照顾它。我们通过了第1关。武力、知识，还是劳作？我觉得是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，用武力强行通过，用知识破解谜题，还是用耐心和技巧克服障碍。这可能是陷阱。在末世，有时候武力是必要的自我保护。空间分割，高维能量场正在创造独立测试环境，我无法联系其他隔间了。你可以回去，回到你的时代，你的生活，忘记这3000年的冰雪，忘记末世的责任，他们只是幻象，是程序创造的测试。你甚至可以带着记忆回去，用未来的知识改变过去。我不回去，不是因为多么高尚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。最后的测试用有限的食材做一顿能温暖人心的饭。你们可以合作，也可以各自尝试，评判标准不是美味，而是心意。我来煮粥吧，粥最包容，什么都能放进去，而且热粥在寒冷的时候最能暖人。母亲说过，
真正的文明是在绝境中依然能分享食物，能照顾彼此。在基地，食物是按贡献分配的。测试通过，你们证明了，即使在最匮乏的条件下，依然愿意合作，愿意分享，愿意在食物中倾注心意。园丁认可你们，下去吧，继承者们。核心在等待，但记住，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。生态，妈妈，婉儿，你长大了。核心不仅是气候调节器的存放地，也是种子计划的总控制中心。我3年前找到这里，一直在研究如何安全启动调节器。但如果不用，我们可能活不到考虑未来的那天。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，而是守护者。也许我们不需要用调节器作为武器，也许我们可以用它谈判。谈判和净世会那种疯子，净世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有极端派，也有相对温和的派系。也许可以制造一个威慑性的展示，而不是真正的攻击。谁最可能被说服？谁最可能成为盟友？我们需要做几件事。你负责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，在最终对决前给所有人做一顿真正的饭，不是测试，不是考验，而是告别宴或者庆功宴，用食物凝聚人心，这是你特殊的天赋。要做什么？一顿能让大家记住为什么而战的饭。距离全面接触预计还有多久？如果只是侦察队，他们可能会试探性进入，但不会冒进。但大部队到达后，最多3小时，战斗就会开始。继续准备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饭总是要吃的。我妻子大灾变前最会做土豆饼，她总是说土豆是最诚实的食物，你付出多少心思，它就回报多少味道。婉儿小时候挑食，但唯独喜欢吃我炒的青菜。她说妈妈做的有阳光的味道。因为您总是说蔬菜要怀着感恩的心去烹饪，因为他们用生命滋养我们。我妈妈病重时，唯一能吃下的就是蒸蛋。我那时才10岁，第一次学着做，做得一塌糊涂，但她全吃完了，说那是她吃过最好的东西。大部队到了。吃完，战斗前士兵需要饱腹。现在开始工作。净世会主力至少30人，重装备。复兴会的人也同时抵达，20人左右，装备更先进。他们在入口外交火了。他们暂时互相牵制，但不会太久。一旦有人突破入口，双方可能会暂时停火，优先夺取目标。我找到了一种可能的方法，调节器可以制造一个强力的电磁脉冲场，范围覆盖整个成都废墟。脉冲不会直接伤害生物，但能瘫痪所有电子设备和晶核能源系统30分钟。30分钟能做什么？足够我们撤离或者谈判。脉冲过后，所有人的高科技武器都会失效，战斗会回到最原始的状态，刀剑、棍棒、拳头。那时候人数优势不再绝对，智慧和勇气会更重要。启动脉冲需要什么条件？调节器75%的能量储备，以及有人在地面引导脉冲方向。引导者必须在脉冲中心位置，也就是调节器正上方的地面。脉冲启动时，那个位置会产生强烈的能量反冲，引导者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去！不行，引导需要操作调节器的控制终端，必须是我或婉儿，只有我们熟悉系统。妈妈，我去。您在这里继续研究调节器。不，我是母亲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而且，如果我能创造谈判的机会，你们要抓住它。不要浪费任何生命，包括我的。林工、赵明轩，你们守住通往控制中心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尽可能拖延时间。老杨，你负责操作防御系统，在必要时启动最后的护盾。苏婉，你和你母亲继续寻找更安全的方法。如果找不到，苏兰博士启动脉冲，我负责地面引导。根据计算，你的生存概率是17%。
但如果使用房车的紧急传输系统，在脉冲启动的瞬间将你传送回车内，概率可以提高到42%。42%够了，就这么办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婉儿有话对你说。王熙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你做的那顿饭，谢谢你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会把这辆车开到天涯海角，完成你的破计划。保重，还有很多真相等着我们去揭露。小子像个爷们一样挺住，红旗营的精神今天就交给你了。传送系统已经就绪，会在脉冲峰值后的0.3秒启动。那么，开始吧。传送完成，生命体征稳定，但有严重的内出血和辐射灼伤，医疗舱启动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成都的幸存者们，3000年来，我们像地鼠一样躲在地下，像幽灵一样活在废墟中，但今天我们站出来了。竟是会说人类是地球的癌症，应该灭绝。复兴会说要用科技快速重建，不惜代价。但我们说不，人类确实犯过错，但我们也创造了美，创造了爱，创造了文明。我们会在废墟中种下种子，会在冰雪中点燃篝火，会分享最后一碗饭，会守护彼此的生命。这就是人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值得活下去。我们有旧时代的科研资料，你们有实际的操作经验，合作可能比争斗更有收获。我们的理念确实有偏差，但地球的承受力有限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我们更需要调节器，不是用来征服自然，而是修复创伤，寻找与自然共存的新方式。我们要继续旅行了，下一站，南美。根据计算，到达南美需要4到6个月，途中会经过多个前文明遗址和幸存者据点，新的任务会在途中触发。你今晚很沉默。我在计算，接触李慕雪的成功率当前只有38%，他是个极度谨慎的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展示价值，而不是空口承诺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接触他之前，先证明我们有能力对抗他所面对的敌人。命运真是讽刺。我曾经是个社恐宅男，现在却要组建团队拯救世界，还要去说服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天才。你是连接所有人的核心。太太，你之前说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只为等待一个可能不会到来的种子。李文轩博士在意识上传前说，如果我们的牺牲能换来后来者一个选择的机会，那就值得。睡吧，明天要开始新的旅程了。我会持续计算最优路径，但最终的选择永远在你手中。